国足在西亚一共踢了110场比赛，胜率只有27%，输掉了近一半比赛。国足即将远征沙特，赛鸟火线驰援，国庆小将加盟，新人新气象，似乎都是好的现象。但西亚客场并不是国足福地，被鱼腩揍成鱼腩，更被裁判明目张胆的黑，简直是噩梦之地。我是足球历史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，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国足在西亚这块地域难度的地方有多难。西亚从地理上包括阿拉伯半岛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、伊朗高原、小亚细亚半岛等地。在国家层面，在足球上与我们经常要碰一碰的，就有叙利亚、黎巴嫩、约旦、伊拉克、伊朗、科威特、沙特、巴林、卡塔尔、阿联酋、也门，怎么好像都让国足流过眼泪、喊过苦，简直就是一窝子苦主。实际上，国足在这里的比赛结果只能有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很惨。足球司机涵统计了自1972年到现在所有的110场 A 级比赛，国足30胜29平51负，输掉了近一半的比赛，获胜率达到了73%。1993年，国足就在这里0-1输给了也门，不仅没能进军94年世界杯，还达成了阴沟里翻船成就，让多少球迷痛心疾首了多少年。1996年，国足就在这里的亚洲杯上被沙特3-4拉爆，不仅让21岁的刘越从此淡出国家队，还达成了反胜为败成就，甚至改变了国足好几年的气质，变得畏畏缩缩，甚至自我阉割。2004年，国足在这里0-1输给了科威特，不仅导致最后一场要靠香港省队救援，还达成了算不清楚成就，让国足第一次连世预赛亚洲区最后阶段的8强赛都未能进入。中国足球刻骨铭心的名场面，都和西亚客场的关键比赛脱不开关系。你要说老黄历太久远，04年之后49场比赛，12胜13平24负，咱虽然没有多少进步吧，那退步也不多啊。只能说国足在西亚的战绩上稳得一批，特别是对当地的几个比较强的地头蛇难求一胜。04年之后，对卡塔尔4负1平1胜，对沙特1平2负，对伊拉克1平4负，对伊朗4战皆负，看上去好像对沙特能打平的概率还是里面最高的。中国足球真就差到了这个水平。其实除了水平差之外，还有出门在外遭遇的判罚歧视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足球也不例外。而中国足球长期游离在亚洲核心圈之外，被针对并不少见，特别是远离中国的西亚赛场的关键比赛中，更是随心所欲。1988年亚洲杯在卡塔尔举行，半决赛中国面对韩国，常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，王宝山在禁区头球攻门，对方门将出现离奇失误，中国队取得了领先，但当值裁判组却莫名其妙的把那个进球给吹掉了。最终在加时赛，中国队后防失误送大礼最终输球，这个超级巨大的误判亚足联也承认了，赛后也专程找到了中国队道歉，但道歉有什么用呢？结果也不能更改。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3-4名决赛，中国又碰到了韩国，最终比赛结果是0-1，进球的是李东国，而李东国进球之前是否越位，当时就有巨大的争议争议就争议吧，反正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队。到了2011年卡塔尔亚洲杯，中国队以科威特、乌兹别克和东道主卡塔尔一组，第一轮中国队战胜了科威特，卡塔尔输给了乌兹别克。第二轮卡塔尔的对手是中国队，不赢球大概率要闷死在小组赛了。结果那场比赛几乎所有1/2球的拼抢，需要裁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，板子都打在了国足身上。杨昊和郜林也很早因为抗议吃到黄牌，让中国队开始束手束脚，比赛平衡早早的被打破，最终0-2输掉了比赛。而在这些明显有些偏少的裁判里，最知名的便是那个被很多朋友称赞为身残志坚的卡塔尔裁判贾西姆。2019年亚洲杯在阿联酋举行，小组赛最后一轮，贾西姆像发喜糖一样，先后对张琳芃、赵旭日、常承栋、郜林出示黄牌，但问题不是发黄牌，而是尺度不一，甚至相当无厘头的乱发。孙兴民带球脚下打滑，无接触下倒地，贾西姆吹了离孙兴民位置最近的防守球员张琳芃犯规，黄喜三犯规，裁判却给了替补登场的郜林一张黄牌。郜林那脾气直接在场上就给贾西姆嚷了起来，就连里皮也忍不住了，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承认韩国要强于中国队的同时，暗示着裁判就是带着任务来吹比赛的。但你说任你说，黑风拂山岗，就在几天后，中国队在与伊朗队的1/4决赛又是这个贾西姆吹的，输球是咱们国足实力不济，没什么争议。但争议的是过程似乎在确保你输球，譬如刘一鸣送的那个球，阿兹蒙对刘一鸣存在拉人动作，而且 VAR 已经介入提醒了，你借任你借，乌云掩大江，贾西姆依然果断决绝的吹进球有效。实际上足球比赛，特别像亚洲杯世预赛这种关键比赛，不仅仅是20多个人在场上比赛，
而是涉及到情报、后勤、医疗、公关等多方面在内的团队对抗。当你在一个地方绊倒一次后，至少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，而不是摔倒一次站起来骂骂娘，然后还是闭着眼睛往前走，再摔再骂，周而复始。对外建立中国足球在亚洲足球的话语权刻不容缓。对内，既然在别人地盘会更容易被针对，那在战术设置和人员要求上，是否需要求注意动作尺度，改变防守策略来应对呢？而不是别人想打你的时候，主动把棍子往对方手里送吧。谴责没有用，找到应对方法才有用。我是足球司机韩，客观看足球，理性八真相。如果你还喜欢这样的视频，不妨关注点赞，咱们随时聊。